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频道 Blue DIY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，展示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种类的杂草。这个杂草呢，也需要稍微研究一下。只有有的放矢呢，你才能更好的控制你庭院里的杂草。那么现在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常见的杂草到底有哪些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小片，这个呢杂草呢，英文名字叫 Speedwell， 中文呢叫做婆婆纳。它的典型呢就是簇状的这种小叶子，然后呢它会开蓝色或者是紫色的花。这种杂草呢，现在在我的庭院里面是比较多的。那么我基本上呢都是靠手工拔除，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时间，就是初春的时候，当它开始长出这种小苗苗的时候，就要用手拔除。为什么要趁早呢？因为这种草呢，它是会窜根的，也就是如果它一旦壮大了以后，它就会一直的蔓延。去年呢，我到了秋夏的时候才开始拔除这种草，最后就发现呢，它根盘得很大，最后像一个沱茶饼那么大，或者是大碟子那么大。把它完全拔出以后呢，草地上就完全枯掉了，都没有草了，就很丑陋。这种草你拔的时候呢，要注意，虽然找到了头，但是呢，你不要急忙把它扯断，你一定要沿着这个头，最后你会看到它的根系所在，有可能是离这个你发现的这个头比较远的地方了，所以说一定要把它连根的挖掉。根系浅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手拔；如果根系已经很深了，就可以用这种 weeder 来拔除。你看这一片呢，其实就是已经挺多的了，就这样子把它扯掉。注意呢，它开花呢就会结籽了，所以呢，最好的办法是在开花之前还是绿的情况下就拔除。一旦已经开花了呢，就要加速度了。剪草的时候注意，对于这种低幅型的杂草呢，不要把剪草机 set 太低，通常呢就是3英寸左右，因为一旦剪草机 set 太低呢，它就有机会看到阳光了，反而会加速它的生长。好的，大家可以现在看到这一棵杂草呢，它的样子是比较典型的，就是有心形的叶子。它的英文名字呢叫 Wild Violet， 也就是野生紫罗兰。它呢会开蓝色和紫色的小花。像这种野生紫罗兰，如果它已经成片成气候了，那么你喷洒杀草剂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对于我来说，因为呢它们都是比较零星的出现，所以呢基本上每一次我看到就是把它们连根拔掉。但是这种草呢，它的茎比较脆，所以我发现呢，并不是我每次尝试拔它呢，就容易把茎给拔掉了，根不是很容易掘出来。那这次就成功了。同样要注意的是，在它开花之前，一定要把它消灭掉，因为一旦开花了，就意味着它有繁殖的机会了。现在看到这一片呢，也看是个3个叶子，这是3叶草，也就是 clover。clover 呢，最好的这个控制它的办法呢，就是多剪草。它如果你剪草以后，把它的尸体留在草地上呢，它会转化为氮肥，对草地是很好的。当然了，一般来说我们还是不喜欢它成片。如果是成片了呢，你就一定要用这个除草剂来喷洒。如果是不成片的情况下呢，你还是要把它连根拔除，看到了就拔。这种 clover 的根系呢，它并不是很强大，也比较浅，是相对好拔除的。这一片呢是在市政的草地上，因为疏于打理，所以呢 clover 已经成气候。这就是它的花，它开出来的白色的花。因为呢它跟我们家的草地比较接近，所以等一下呢我会剪草，这样子把这个花头去掉，它的种子就不容易散播到我们家的草地上了。这小片杂草呢，仔细的看也是3叶，好像跟这个3叶草 clover 非常容易混淆，的确是这样。这种杂草的名字呢叫 oxalis， 中文呢叫做醋浆草。它的确是3叶，但是它整体叶子呢比这个3叶草要小得多。它呢长得也更加的低，更加的伏地，而且它开花呢是这种黄色的小花，而不是那种白色的花。对于这个醋浆草呢，如果已经这样成片了，你肯定是要喷洒除草剂的。那么呢，在比较健康的草坪里呢，它呢通常是很零星的，一小株一小株的。醋浆草的拔除，手工拔除的要诀呢，就是你一看到就要拔，而且要趁小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草它生长速度非常之快，连成片呢也就是几天的时间，所以你每次拔掉了一个，就等于说除了一大个后患，是比较麻烦，但是呢要坚持。
酢浆草是伏地非常低的杂草，所以说它通常会生长在我们草坪的下方。对于这种杂草呢，一定注意剪草机剪草的时候不要太低，一旦呢把草剪得太低，它们反而有了接触阳光的机会了。那么看到这个小黄花呢，大家应该知道，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杂草，叫蒲公英 dandelion。dandelion 呢是阔叶的多年生杂草，所以说因为叶子面积很大，如果它成大片的时候，撒除草剂呢是有用的。当然呢，偶尔我们也需要手工移除，尤其是在草地上只是零星的蒲公英。挖掘蒲公英最关键的一点呢，是要把它的根挖出来。蒲公英的根是非常深的，有时候可能有20厘米这么深。就算是不太强壮的一株，像这样的也有可能有10厘米的根。我喜欢用 hand weeder， 有些人呢也会用那个平头的螺丝刀，目的呢就是深深的扎进土壤里面去，把它的根切断。挖蒲公英呢，最好是选择就是土壤比较湿润的时候。如果前一天下雨，那么第2天出太阳了，就是最好的时机啊。一般就是深深的戳进去，然后呢四周松动土壤，最后呢看能把多少根挖出来。你看这个呢，我挖了大概8厘米的根，但是呢肯定在土壤里面还有残留的根存在。这些根呢，如果天气情况适宜，还会再长出来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不要因此气馁，因为你每一次把这个根和上面的叶子挖掉以后呢，都消耗了这个根大量的能量，所以呢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再长出来。蒲公英是可以食用的。在每年春天初春，蒲公英刚刚出来还没有开花的时候呢，我会把它挖出来。挖出来以后呢，把杂草剪干净、洗净呢，然后呢用开水烫。烫完以后有一个诀窍，就是一定要在清水里面呢浸泡8个小时以上。这样呢，蒲公英里面的苦味呢，哇，这好大一个根。这样呢，蒲公英里面的苦味就没有了。泡完以后呢，把它呢用手捏干，捏成团。然后呢，冻在冰柜里面。其实呢，如果一旦冰冻了，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。到了秋冬天，就是蔬菜不太多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些蒲公英剁碎了包饺子和馅饼，味道都是很不错的。这棵杂草呢，也是一种阔叶类的多年生的杂草，它叫车前草，也有人叫它蛤蟆菜，或者英文呢是 plantain。这个车前草呢，它跟蒲公英最大的区别呢，不仅叶子形状不一样，而且它是趴在地上长得很低。所以说，如果剪草对于控制这个蒲公英比较有效的话呢，对于车前草往往呢就没有太大的效果。所以呢，如果它的连成片了，那么肯定喷洒药物是管用的。当然呢，手工移除也是要做的。这个车前草的根呢，跟蒲公英不太一样，它的根系呢相对比较浅，而且它是那种一丛的、一簇的那种小须根。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跟刚刚那个蒲公英的根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比较容易斩草除根的。那么车前草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它开花的时候啊，会长出那种长长的须须来，然后长出这个花蕾以后呢，开花呢它没有明显的花朵，所以说你不要说哦，等到它开花了我再来除它，这样子很可能它已经散播种子了。车前草就是一旦它长出那种长的白色的须须，你就马上要剪草，把这个散播种子的机会给消灭掉。车前草呢，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呢，它不怕这个土壤贫瘠，所以说呢，一般呢，在这个车道的边缘啦，然后或者是你这个有水泥砖的接缝的地方，都会容易长车前草。它不需要任何化肥，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挺顽固的家伙。还有一类杂草呢，叫真菌类杂草，常见的就是青苔，还有这种雨后会冒出来的蘑菇。对于真菌类的杂草呢，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控制这个草地的水分，不要让这个地面的草叶呢太湿。如果太湿呢，就会很容易滋生青苔和蘑菇。注意不要吃哦，野生蘑菇。
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棵呢，叫做 Canada Thistle， 也就是加拿大蓟。其实蓟类呢是一种大类的杂草，这个恐怕是我们院子里面经常看到的最丑陋的杂草了。首先呢，它们会长得很高，然后它们的叶子呢是有那种锯齿状，如果折断了呢，茎里会有那种奶白色的汁流出来。但是呢，地上的部分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呢是这种杂草地下的部分，它们的根系非常非常的发达。好，如果控制这种杂草呢，你喷这个除草剂肯定是管用的。那么如果说你说我要这个物理移除，该怎么移除呢？注意啊，这种蓟类的杂草，你就不要把它的根挖出来，因为它们的根有一个特性，一旦你尝试把根拔出来呢，你地下的根呢会分裂成2份，你是不可能把根完全拿出来的。那么地下分裂成2个部分的残余的根呢，第2年就会长出2个 Thistle 来，会有2棵杂草冒出来，所以是很讨厌的。这样子呢，对付这种杂草，你就要用剪刀把地面的部分剪掉。剪了以后呢，它的根呢就会需要有更多的能量，才能再冒出新的叶面来。这样呢，你看到就剪，看到就剪，几次以后就把根的能量呢消除殆尽了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这种蓟类的杂草呢，它是不需要肥料的，土地越贫瘠，它长得越好。那么呢，在你的草地上经常的施肥、灌溉，保持健康的草坪，这种杂草一般是不会出现的。这种杂草呢叫做猪草，英文名叫 pigweed， 它呢具有一定的攀附性。你看，它沿着这个篱笆呢爬上来了。这个杂草呢，早几年前在我家院子里还是挺多的。我发现啊，它就是会长在花圃，就是如果你的花圃开得比较深，然后有一些地方呢你不经常能进去，这种杂草就特别多。然后呢，它会攀附在你的bush上面，尤其是玫瑰花上。我们家发现玫瑰花里面长出很多这种猪草。猪草呢，如果它的水分和养料丰富，可以长得有2-3尺那么高，爬上去。对于猪草来说呢，还是要把它给拔除，尤其是如果你能够在看到它小的时候就把它拔掉，就很容易处理。所以在这里我也建议大家在设计花圃的时候呢，不要设计得太深，因为如果是2米以上，那么呢到墙根的地方你都走不进去了，杂草往往就很难控制了。呀，这一片呢，简直就是一个杂草乐园了。名字叫 Lamb's Quarter， 这个呢，根据统计是北美庭院里面最常见的杂草。它是1年生的，1年生其实相对容易控制，但是为什么最常见呢？是因为呢，它的产籽的能力非常强大。一株这样的羊腿草，到了秋天的时候能产生20万个籽，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有一些市政新铺的这个新撒草籽的地方，好，草籽还没有冒头，但是呢，羊腿草的小苗苗就已经冒出来了。对于这种羊腿草来说呢，哇，你看这个在石头缝里面都能长出来，哇，非常的强大，已经很罕见这么大的羊腿草了。对于羊腿草来说呢，基本上还是只能把它手工拔除，但是一个好处是呢，它的根系是相对比较浅的，所以呢还是比较容易拔的。但是这几个实在太强壮了。这种羊腿草呢是可以吃的，所以中国人也叫它灰灰菜。我们前几年呢都会把这个野生的灰灰菜呢拔出来，然后呢烫一烫来吃，它会有一种菠菜的味道。后来有一年我们就说，哎，干脆种植一点灰灰菜吧，这样每年夏天都可以有野菜吃。结果种了1年以后，之后3-4年的庭院都是灾难，因为它的籽散播的太厉害了。我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，才最后把这种一代又一代的灰灰菜从庭院里面根除。所以野草你是千万不要种它的，一旦种了，你就是种下了好几年的祸害。这个呢，就是这个羊腿草的小苗苗，你看，在完全没有浇水施肥这么贫瘠的地方，它也能够长。它的小根呢是比较浅，容易拔除，所以如果在院子里看到了这种苗苗，你就要赶快把它拔掉了。